What's up, guys？ 今天大壮要講一件搞到全地球 Roblox 玩家都喊救命的事情。我先念幾條網上玩家真實的留言，你聽一聽是不是說出了你的心聲？有人說 Roblox 不知道發什麼神經，搞一個16歲的限制啊，沒得玩了。有人說 Roblox 現在是自取滅亡，還有人說早就說他遲早要倒閉了。最戳心的是這兩條，有兄弟說連我最喜歡玩的德里鎮都沒得玩了，還有人說新界東他已經被禁了，我的沙田區啊，沒錯，就是那個16+的政策，他把我們最愛的交通遊戲一夜之間幾乎全部鎖死，就連我們最愛的鋼鐵遊戲觀塘線、迪士尼線、馬鞍山線，還有我們的輕鐵線，那是不是我們的鋼鐵遊戲全部都陣亡了呢？不過呢，還有一個我們的 Uberland Free Driver 是可以玩的。今天的大壯呢，就幫你們搞清楚這個16+到底是什麼回事。未來的話，我們的這些交通遊戲還能再復出嗎？那是不是還有得救呢？本節目由各位氪金乘客友情贊助播出。如果你喜歡本頻道內容，也歡迎加入會員支持大壯哥。每周1、3、5下午6點半，我們不見不散。掃描下方 DC 官方群二維碼，第一時間獲得大壯哥直播信息。想跟大壯哥一起玩，就加入我們吧。那首先我們要了解16+的政策是什麼。簡單講，為了保護未成年人 ，Roblox 在2026年搞了一套很嚴的年齡分級制度。16歲就是那個很關鍵的分水嶺。滿16歲，而且通過年齡驗證的就是標準賬號，所有遊戲都是可以玩的。但是16歲以下，默認聊天是關掉的，而且只能玩評分為最低或輕度級別的遊戲。那怎麼證明你是16歲？讓掃臉的 AI 估年齡，要麼呢上傳身份證，你不驗證，系統一律當你是小朋友。遊戲呢只能玩那些最弱智的。那我們接着來聊，為什麼我們的鋼鐵遊戲死的是最慘的呢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鋼鐵遊戲內容這麼健康，為什麼也會被鎖成16+？然後大壯哥翻了一下網友的評論，我們的網友 TSZ 有一句話就講穿了真相，他說在 Roblox 新遊戲發布制度下，只有達到較高活躍用戶的遊戲才可以向16歲以下的用戶公開。沒滿16歲的玩家想要玩沒達到標準的遊戲，就要通過家長授權解鎖。這位兄弟就講中了這個重點。那我再給這條評論再解釋一下。Roblox 有一條很陰險的規則，就是所有遊戲默認就是16+。如果你想对16歲以下的用戶開放，就必須達到一個門檻。過去60天內至少有500個高參與度的玩家玩過才可以，而且這些人必須是 Roblox 判定的真實成年用戶，有遊戲歷史，賬號夠老，平台有消費才算數。鋼鐵遊戲的問題就出在這裡。第一呢，它本來就是我們的小眾遊戲，玩的人不多。第二呢，玩鋼鐵的很多呢就是青少年，沒滿16歲。或者說沒有驗證，這些人呢一個都不算進到500人裡，結果呢這個就是一個死循環，湊不夠成年玩家，然後呢就會被鎖16+，小朋友們進不來，更湊不夠人，永遠都解不了鎖。而我們的 Uberland 呢，為什麼還能玩呢？因為它的人夠多，它就湊夠了，所以說呢達標解鎖了，它是我們鋼鐵遊戲的少數幸運兒。那麼27號新發布的東鐵線，它能逃得過嗎？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是，新東鐵線發布的時候，大概率可能開局就是16+，因為新遊戲是從零開始的，不可能一發布就有幾百個驗證的成年玩家。按規矩，它的起跑線就是16+，所以說呢，那新東鐵線的首航可能就由我來代替你們參加了。哦，那好吧。在未來的話，我們的鋼鐵遊戲還得有救嗎？Roblox 的官方知道門檻卡死了很多的小遊戲，所以說呢，在6月中旬會宣布放寬標準，說每天能解鎖的遊戲會增加30%多，聽起來是一個好消息，對吧？但是 Roblox 同時
推了另一項政策，這條才是真正的殺手鐧。從5月19號開始，開發者想讓16歲以下的玩家玩到遊戲，必須要做到3件事。第一，上傳身份驗證。那我們的這些開發者有可能都是青少年，他根本沒有啊。第二呢，開雙重驗證。第三呢，最關鍵的就是什麼呢？那最關鍵的就是交錢。OK， 對，是交錢。要麼你每個月訂我們的 Roblox Plus 4.99美元，約40港幣，要麼一次性付1000 Robux。你不交的話，遊戲自動鎖16家。你覺得不貴嗎？交一下就好。但問題是，很多鋼鐵遊戲的開發者本身就是業餘愛好者，甚至有些自己還是小朋友。他們做遊戲不是為了賺錢，可能純粹就是因為喜歡。現在要他們每個月掏錢上傳身份證，才能讓別人玩到自己的作品，這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筆負擔，甚至根本做不到。最諷刺的是 Roblox Plus 本来就是設計來獎勵開發者的，現在反而變成一道付費牆，不交錢遊戲就死了。有外國開發者在請願書裡說了一句，如果這條政策真的執行，獨立開發者基本上會從 Roblox 消失，到時候剩下的只有那些賺得到錢、付得起訂閱的大游戲，而我們喜歡的鋼鐵遊戲可能因為開發者交不起或者不願意交，可能就真的永遠消失了。那到最後呢，其實有沒有辦法呢？其實我覺得應該也還是有辦法的。第一個呢，就是讓家長授权，没滿16歲的可以讓家長幫你單獨批准解鎖遊戲，這個呢就是最直接的辦法。但是很多大陸地區的朋友們可能就要遭殃了。平常呢，家長可能就不會讓你玩遊戲，然後還要單獨去跟家長說一個需要加速器或者科學上網的一個遊戲，那你說這個該怎麼批准呢？那第二點呢是，只要開發者堅持，他肯交錢肯驗證，遊戲呢慢慢湊夠人數，就有機會重新開放。Roblox 呢也給大約10萬個創作者免費6個月的 Plus， 但是只是把這條死線推到10月19號，半年後還是要交錢。第三個呢是玩家呢自己來救吧，某種意義上來說，救鋼鐵遊戲的只能是玩家自己。所以說呢，我覺得呼籲一下，如果你覺得這個遊戲非常好的話，不妨大家都來去玩一玩，然後呢都去上去看一看，我們去支持他，幫他湊夠人數，所以說呢他有可能就有機會來解鎖了。最後大家想說的，這條政策不只影響香港玩家，全世界的獨立開發者都在受害。我在外網已經看到有人發起請願帖，要求 Roblox 撤回啊。那麼在視頻的結尾，你覺得我們的新東鐵線會是16加嗎？留言區告訴大壯，我會一直盯着新東鐵線的發布，有最新的消息第一時間就更新了。好了，那在視頻的結尾一定要關注大壯哥，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才不會錯過大壯哥的任何一個遊戲影片哦。那我們下期再見了 ，Respect。